此事事关公为，无关人等都退下吧。是。朕记得那晚，顾太医，官家万福。你带出宫的人是谁？臣只记得是浣衣局的一个宫婢。微臣出于谨慎，特意去问了浣衣局，那日并没有宫婢染疫，只有一名宫婢因萧可症而被恩放出宫。你带出宫的人究竟是谁？微臣记不起名字了。你阿姐说过，你记忆极佳，从小看过的医书便过目不忘。凤卿，你知道那晚他送出宫的人是谁吗？朕记起来了，不说实话便是欺君。官家，顾大人那日送出宫的是我，但事出有因，是我给他下药，强行带他出宫。我不想让他和阿姐一样，在这深宫里落得个惨死火海的下场。那场大火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在灵堂动了手脚。什么？我们二人一直在查灵堂大火的真相，先皇后的死并不是意外。一直调查大火，你们二人一起，你们的秘密还真多呀！为何不告诉朕？与娘娘无关，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逞英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觉得我保护不了他？你不顾他的情愿，私自将他带出宫，就能护他周全？顾大人是情有可原，还请官家宽恕他。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国无法不立。顾玄私绑妃嫔出宫，将他打入天牢，以待发落。来人！都退下！子渊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青儿。阿玄只是护姐心切，求官家宽恕他这一次。朕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愿意坦诚。如今为了救顾玄，你愿意承认了？替顾玄求情之人与他同罪，你还要说吗？我永远是他阿姐，我永远护着他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姐弟情深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即日起，凤贵嫔禁足永福宫。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着。官家大怒，顾玄被下了大狱。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。那凤卿如何？我离开前听他叫了官家的表字，他拉着官家的手哀求着说：“他是青儿。”
叫官家婊子，青儿？难道她真是顾青？你说什么？凤青真是先皇后？怎么可能？怪不得她一个奴婢会有如此造化。顾青真是借凤青之身还魂了，她竟然阴魂不散，又活回来了。她能活着回来，我就能让她再死一次。我们已经害过他一次了，若再下毒手，罪孽更重。就算不为我俩祈福，也要想想我们的。温远，来，坐下说。将来所有的责罚，我都愿意一个人承受，但凤青这个祸患不能不除，否则，给他人留后路，就是给自己掘坟墓。你我相识多年，若非我入口，早该与你举案齐眉。这后宫人心似鬼，唯有你，是我能托付性命之人。如今只需除去凤青，一切便大功告成。风险太大，我看凤青在官家心里非同一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不能不除。若他将大火真相捅破，我们就是死罪。大不了我一个人将所有罪责都揽下来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若凤青当了皇后，我便岌岌可危。到时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我们如今别无选择，唯有先下手为强。可是，无需多言了。顾玄下了大狱，凤青那边的日常看诊你安排一下，趁机找个稳妥的方式给他下毒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令其丧命。好。顾青，你就算借凤青重生，也必须死。本宫才是命定的皇后。娘娘近来心有郁结，夜夜梦魇引起高烧不退。微臣这药疏于退烧，还需要再多服几日。且慢，药还烫，不宜入口，不如再给娘娘多拿床棉被，有利于发汗退热。是。官家驾到！怎么回事？官家，凤妹妹已昏迷多时，太医也来看过了，还是不行。把所有太医都叫过来，快点！是。气息越来越弱了。父亲，
你可是在院镇那日将顾轩打入天牢，朕并非是在针对你，那日是朕气急了。你，官家，没想到凤妹妹病得如此严重，我这就回去焚香祈福，祈天道庇佑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此后无人再与你争凤位了。只是我这几日实在是惶惶不安。你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我能设局让顾青葬身火海，也能让凤青神不知鬼不觉的丧命。我步步为营，承蒙凤位，为的就是我们的孩儿能成为太子。我今天太高兴了，文远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可惜你看不到未来的荣景，凤青之死，总要有人担下。你在这酒里下了砒霜了，怕是忘了我对气味极其敏感。官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冷氏，你已经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你心里可还有半点天理王法？官家，此乃灵堂老匠人遗书，他受冷贵妃指使，在宫中附近的地面上涂蜡，并掺了火油。事后冷贵妃又命人在宫外将灵堂几十名工匠尽数灭口。不是已经毁了，怎会还在？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，简直丧尽天良！这证词是伪造的，况且这只是他一面之词，怎可凭此就定我的罪？你以为可以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殊不知，你才是股掌中的猎物。这盘棋是我们与你的一场豪赌，也是生死博弈。你觉得我们手里没有扳倒你的实证，那我们便请君入瓮。这第一步棋，索性就由我卖你个破绽，以你先下手为强。证词正是为引蛇出洞，像你这样惯会蛰伏的毒蛇，在冷宫都可一藏数月。最怕的是你不动，只要你动，就会进入我们布下的连环局。这第二步就由我诱敌深入，我和阿锦携手给你唱一出双簧。冷姐姐，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其安神。你觉得拿到这手帕就拿到了制胜的刀，殊不知，这刀是我故意递到你手上的，就是要看着你亲手拿起的刀，最终捅向你自己。如果手帕有诈，那我布下的其实一厢之局，我们早知是你栽赃陷害之局，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
我们早知是你栽赃陷害之举，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第3步，绝杀。围棋中有一名词幻眼，是棋局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我要将自己做成火眼，在困局中闯出一条活路。你让婉儿的宫婢拿我的手帕准备诬陷于我时，我便预判了你的预判，即刻向官家禀报了此事。官家，你也知情吗？凤贵嫔说有场大戏要请朕看，朕何乐而不为？不然你真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？难道顾太医不是私自送凤卿出宫吗？我揭发此事有何问题？你亏服在案，与其不知你会出何毒招，不如我授你以柄，如此你才会遵照我的设计出手害我。你今日来查看我之后，果然得意忘形，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刚刚喝多了，都是胡言乱语，请你切为推论，并无人证，做不得说。别忘了答应本宫的事。陈太医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可知，谋害嫔妃是死罪。我什么都没做。婉儿，将这熏香炉还有陈太医一同锁进房间，直到他承认为止。来人！我喝你们家的水银，水银挥发使人中毒，昏迷致死。是谁指使你的？冷贵妃吗？她如此歹毒，你猜，她成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会不会是除掉你这个知道她最大秘密的帮凶啊？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那孩子呢？顾玄查到，小皇子对蛋清过敏，如此罕见的症状，偏偏与你一模一样。他是你的孩子吧？你说，若我禀明官家，安排滴血认亲，你与冷氏都会被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。娘娘，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但家人是无辜的，求娘娘开恩。你若将实情和盘托出，本宫答应你，保你家人不受牵连。官家，冷贵妃在灵堂设计大火谋害先皇后，还命微臣用水银谋害凤贵嫔。你，连你也敢背叛我？你不是也在我酒里下毒了吗？亏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竟不顾多年情谊，如此恶毒。男人就是无用，只会成为我经营路上的绊脚石。早知如此，不如早点结果了你。哼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逃脱罪责了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早就掉入他们的陷阱里了，从一开始就逃脱不了。你还自诩算无一策。冷氏，陈太医已经揭发你的一切罪行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汲汲营营图谋的一切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天雷无光，活水未起，都是一场戏罢了。那活这么久以来，吃过的苦，遭过的罪，又算什么？算你自作自受。你连我都欺瞒，我还在一直为你担心，以为你终于苦尽甘来，你万不该为了本不属于你的凤位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。
凤薇是我的，我不会算错。我做过这么多次，明明都是凤阁天成，贵不可言。我乃天命所归的皇后。你心术不正，机关算尽，终是落了个罪有应得的下场。真是因果不虚，报应不爽。冷氏谋害先皇后，恶行累累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打入天牢，明日午时处以火刑。陈太医助纣为虐，处绞刑。我是天命所归的皇后，放开我！今这一路风雨同舟，终化作此刻云淡风轻。幸阿姐涅槃归来，我们一家人终能相认。庆我们同气连枝，生死不渝。阿姐，我总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过去当皇后的时候呀，身边围绕着都是笑脸和善意，可是阳光越强烈的地方，阴影却越深重。感谢老天给我第二次机会，让我投身到凤卿身上。没了凤冠的光芒，才知道人心难测，世间险恶。这一世被血淋淋的践踏过，才知道爬起来有多难。我和他们一起淋过雨，现在我也该为他们撑起一把伞了。阿姐，你想怎么做？女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选择之权利。我将设女官选拔，凭技艺受职，有愿出宫者，我便赐钱恩放出宫，让天下的女子才华有处施展，光芒有处绽放。可选择的路多了，就不会只剩下依靠男人互相厮杀这一条路。来，来，还以为再也喝不到这酒了。世间再没什么比阿姐酿的果酒更甜。不知今日过后，何时才能共饮？此番大事已了，我也该回军营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阿轩好样的。阿姐，不问问我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亲眼看看，平日翻阅了千百遍的游记里记载的大好河山。可是你的腿，这段时日多亏有阿玄的照顾，腿已经好多了。过去困住我的不是受伤的腿，而是起了茧的心。阿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阿姐重活一回，我也要重活一回，做我真正想做的事，方不负韶华，不留遗憾。往后岁月，唯愿阿姐安好，幸福圆满。他日官家若是负你，纵是天涯海角，我必策马奔还，带你离开。曾试过新的饭屋灯盏。阿玄，你真的放下了吗？此生曾为一个人一份情，逆过天拼过命，便无憾，便不悔。那你呢？
阿姐与关甲少年帝后，天作之合，再多风雨阻隔，也终将星月奔赴，缔结永恒。命运仓皇，几番回望，你为我跌宕。人海茫茫，望见旧日婉儿，模样。阿玄，此去鹏程万里，单凭纵横四海，快意人生。爱自有回响，痛看人间熙攘，续写诗行。如今本宫重活一次，情爱于我如浮云，后位于我如铠甲。儿女情长，终是相依。家国天下，方为大幸。此生本宫只为自己而活，尽兴而归。编剧大人，还没有写好啊？你都没有时间理我了。我一直陪着你啊，你可是我故事里面的男主角。编剧大人万福金安。那凤卿是只想当皇后呢，还是她真的选择原谅了皇帝？想知道？嗯，自己看吧。曾试过新的帆雾灯盏，借过你的温暖，何惧孤单？所谓朝夕相伴，交付彼此的悲欢，寻遍人间，此心不换。命运仓皇，几番回望，你为我跌宕。人海茫茫，望见旧日模样。沿途风光。